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哭哭聊，我是拉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牛。今天我们邀请到的重磅嘉宾是张雪飞素素，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素素。你们知道吗？我们刚刚在后台发现一个非常惊人的巧合，就我们3个人竟然都是 ENFP。是的，快乐小狗聚一窝了。对，是的。而且说世界就是 ENFP 的玩具。哎，那我很好奇，你们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一直都是 P 人，就是从来没有变过勾人吗？我可以负责任的说，我在大学以前是勾人，我是上大学之后变 P 的。对啊，那素素呢？我是一开始好像是 ESTJ、ESI， 反正就是中间变了好几次，就是隔一段时间测一次，它那个 MBTI 就会变。你们会变吗？我就是我大4有一段时间是 I 人，但是我很快又不 I 了，就是我毕业之后我又不 I 了，我又变成 E 了，但我一直都是 P， 就是没有规划的人。对，我也一直是 P， 但是我那个 E 和 I 好像就是5-5分那种。哦，你就会有一点 I 的成分是吗？其实能感觉到。对，我其实是就是可 I 可 E， 就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就比较 I， 然后跟大家一起的时候我也可以 E， 也可以不说话。哦，那还蛮好的。拉姆竟然以前是勾人，真的一点都看不出来。我以前很勾的。你为什么会上大学之后变成 P 呢？我觉得是环境所致，包括我自己的心态吧。因为上了大学之后，就感觉没有什么盼头了，就是比较心理落差感很大，然后导致我什么都不想干，什么都不想干了，然后所有的事情就搁置在那儿，然后慢慢就变得越来越皮，越来越懒。哦，没有盼头。对，哎，那我想问一下，大家最近都在忙什么呢？因为好像据我所知，我们3个人都是平时可能就是做自媒体，然后做博主这样子。对。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的？我是，就如果说我在网上开始有发东西的时候，就是我大学大4快毕业的时候，但是我那段时间不算正儿八经的做自媒体，因为我不是就是弹琴的嘛，然后我可能会发一些弹琴的视频，但是当时就是发着玩的。然后后来就是去那个录那个合租屋之后，然后才算正式开始接触自媒体。对，素素会时间比较久一些。我其实也是大学毕业，但是因为你是0几的，我是02的，你本来就比我小。我是大学毕业，可能离现在也有6、7年了。然后我刚毕业的时候，也是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你们感觉刚开始做自媒体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心态啊，包括对接商务上面。有什么不一样？我会感觉刚开始做自媒体的时候，会觉得探索欲很强一些，就是而且对数据这些也不是很看得很重，就是感觉都可以，因为本来就没什么。然后现在可能就是会慢慢感觉生活的很大一部分的重心都放在自媒体上之后，就会产生一些焦虑啊，或者是怎么样的。而且我之前一开始的时候，商务帮我对接，然后给到我一个就比方说商务的脚本什么的，我之前是从来不会看的，我就是等到拍摄的当天，我才会去看脚本，然后到现在已经彻底被治改了，就我发现根本就不行，所以我现在觉得如果我再测一下 MBTI 的话，我会觉得可能我的 P 值可能会小一些。我感觉深有体会，你说的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也是那种，就是临到了要拍的时候才看脚本什么的，但是到后面发现，就是你必须要提前跟他们先对接好，就要不然你到当场你就可能会发现这个脚本很多地方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不适合我的说话风格啊之类的，就是你要先跟他沟通好，就是先跟甲方确定了说我要改成什么什么样，不能临场去发挥。对，是这样子的。拉姆会有这种感觉吗？非常有啊，因为我现在是一个很 P 的人。我以前也是属于那种，我甚至可能群消息都会等到那个点了我才会点开看。对，就是很 P， 就不知道在拖什么，就拖延症很严重。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做自媒体算是很短的，我是下了有间之后然后才开始去做的，而且我以前也不怎么刷视频，所以导致我对这个其实一点都不了解，我不知道自己要发什么，我也不知道大家喜欢看什么，然后呢就导致后面的时候就是对于自媒体这方面我就是很不熟，然后呢又很拖延，然后导致后面的时候中间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然后导致我觉得这些问题其实是可以通过我提前去稍微做些准备就可以改变的。就是可以让可能
群里面大家都心平气和一点，然后我可能自己心里也会舒坦一点。这样对，子是这样子的。哦，我就想到我就是记忆非常深刻的一次拍摄，我当时拍一个就比较有知名度的一个美妆品牌，然后我当时。怎么说呢？就是我确实也有提前看那个脚本，我感觉还挺有信心的。但是真的等到拍摄那一天，其实也是我的问题，就是他那个化妆品，因为它知名度本来就很深，然后我之前又会经常买他们的品牌，所以我就没有提前去用一下。然后等到我那天去分享那个妆教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跟我的风格超级不搭，就是他那个整个就是会比较看上去很成熟，然后有气质一点，然后跟我就是这张脸一点都不能匹配，然后最后拍出来，我当时真的从早拍到晚，就是拍不出来，然后最后实在是没招了，然后那个商务姐姐说，那就把这个提交上去吧，没招。然后品牌方勃然大怒，他说让我给他们一个交代，给他们一个解释，问为什么会拍成这样，我当时真的感觉很对不起全世界，我真觉得我对不起全世界，而且尤其是因为我不是直接跟品牌方对接，是我的商务跟品牌方对接，然后品牌方说的那些话什么的都是商务这边接收到一手的训斥，是的，我就觉得超级抱歉，从此之后我真的再也不会就是发上来，即使是我再熟悉的化妆品或者什么，我也都会提前在我的脸上画一画，看看到底适不适合我，如果不适合要赶紧去把那个台本的整体的去修改一下。其实虽然说我们并不是像大家朝九晚五这样子每天固定的去上班这样的工作，但是其实我们在做自媒体这方面也其实也是我们的工作的一部分，也会接触到很多可能平时工作需要面对的这样的事情。就是其实我深有感触的是，我以前是属于那种很感情非常充沛的一个人，然后包括平时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也是可能感觉哎呀你这个心思我懂，哎呀我希望我这样子你也能懂这样子。但是后来的时候开始接触自媒体了之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可能平时拍摄遇到一些很不好的事情，然后会让自己很不满意，或者有一些不好的情绪，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当时直接就在群里面跟商务姐姐或者说跟经纪人姐姐可能就直接就一大串的这样讲，然后讲了之后，但是其实最终问题的解决方式其实就是你再去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因为这是你的工作，没有那么多人会去在意你的情绪。可能一开始说经纪人姐姐可能会安慰我的情绪，说你先把情绪平静下来，然后我们稍微平静了之后再去做这个事情。但是后来我就发现，其实这些事情是要自己去面对的。我觉得人家只是我的工作伙伴，没有任何的理由和义务要去承受我的这些情绪。所以从那之后我就觉得很多事情还是需要自己去面对的，这就是跟以前上学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是这样。对，我感觉好像就是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就是情绪会稳定很多。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些工作上面的情绪，就是不满意啊，或者是遇到一些问题就会有情绪，但是到后来我就感觉逐渐的就是你会目标为就是结果为导向，就是反正你最后都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就是要有效率的去做它，那就不要掺杂太多情绪就好。对，是这样子的。我突然想到我前2天听到的一句话，说一个平静的人背后一定是哭过无数次的。虽然说可能用在这里没有那么恰当，但是其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就是当一个人情绪变得非常稳定的时候，其实他背后已经不知道有多少次情绪的崩溃了。确实。所以说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我感觉我们算是进入社会了，反正就是开始工作啊，会发现其实跟大学已经变得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会觉得学生时代很多时候我会感觉有一个托底，就比方说我这次考砸了，我可以下一次补考，我可以考回来。如果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可以去跟我的老师去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会得到原谅或者是谅解。但是我感觉真的你从学校毕业之后，没有人再会给你第2次来的机会了。你这件事情做错了就做错了，没做好就没做好。就不管你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没做好，但是你的这份工作说到底就是没做好，就会要去承担相应的后果。我发现其实好像工作了之后更多的是看能力了。对，是这样子的。对，没有人再去管你今天你到底是为什么把这件事情做错了，或者没有人在意，大家只在意你到底交上了一份怎么样的结果。像我以前的话，可能我是觉得遇到事情了，我需要先把我自己的情绪处理好，再去处理其他的事情。但是现在可能就转变为我要先把事情和问题解决了，
再去照顾我的情绪。是这样子的。也是长大了。我还记得最开始进入社会就是刚实习的那会儿，然后我就还跟同事讨论学生思维这个事儿。你们有没有就是学生思维到社会思维的一个转变的那种感觉？学生思维到怎么样算是类似于学生思维呢？就比方说我上学时期会比较习惯于给自己找借口这种想法吗？我感觉好像上学的时候你就会老想着说找借口，就是说我这件事没做好是因为什么什么的，就是你觉得老师会在意这些东西。对。但是好像上班了，或者说进入社会了，别人不太在意这个背后的东西。是的，你这件事你今天迟到了背后的原因其实都不用解释，就是你就只需要抱歉，然后给出实际的补偿。是的，你要不然就是把工作效率提高，今天早点完事儿，要不然就给大家买点喝的呀，买点水啊，就是让大家心情上高兴一点。就是如果你说我今天因为什么什么原因，其实这个原因没有太多人在意。真的是我感觉真的步入职场之后，没有那么多人有义务去原谅你，但是可能在学校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解释是有被理解的这种可能性的。确实会是这样。还有一件事儿，就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在上班了之后，就是会有一个边界感的问题，就是跟同事之间、跟上司之间，如果你不懂得拒绝，就很容易会有很多就是不是你的工作也让你来做。是，我觉得就是上班了之后，我觉得同事就是同事，就是我以前看到过网上很多人，他是把朋友和同事是分开的。你是我的同事，你就不可能是我的朋友。其实这一点不会和同事成为朋友。对，这一点我刚开始进入社会的时候，我还很疑惑。我说那长大了，人长大了之后该怎么认识新的朋友呢？难道不是跟同事做朋友吗？后来发现就是真的很难去跟同事做朋友这件事，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分得很开的，而且我发现大家的朋友都是从小玩到大的那一帮人，而不是在步入社会，你在步入社会就很难遇到很好的朋友了那种感觉。确实是会有这种感觉，但是好像初代同事还是会变成朋友的。你在说我吗？因为我觉得我跟拉姆就算是初代同事，我觉得我们都不算是那种特别标准化的职场的那种环境我们还是比较自由职业的感觉。然后我当时真的实习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感觉就是有点职场的感觉，然后包括这个边界感的问题也是当时意识到的，就是如果你一开始的时候很想跟所有人都处好关系，然后跟所有人都是朋友，你就会很难拒绝别人给你的要求。就别人可能说让你帮忙做点啥事，你也很难拒绝。就后来我发现，其实步入职场、进入社会以后，重要的是自己的那个边界感。就是一开始就要立好你的人设，就是我是一个很有边界感的人。是的，不需要说我是一个很好相处或者很好说话的人，那些人设都不需要。在工作中确实我觉得就是工作是理性的，工作能力一个是工作能力，一个是有边界感就够了。我感觉这个边界感我真的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稍微有点讨好型人格，就是别人跟我讲什么可能这件事情已经超出我能力范围了，但我会觉得既然人家跟我提到了，我就也勉为其难的我就是也去try一下吧，我会有这种想法。而且包括你知道我前段时间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跟我借钱，我现在其实也你知道人在月底尤其是生日月的时候他就是会有一个囊中羞涩，然后他跟我说让我给他3000，他说因为他最近就是很困难什么的，关键是我们前2天的时候刚聊过天，就他跟我说他最近很难，我还安慰了他很多，然后第2天他就问我借钱，他做铺垫呢搁这儿我现在真的觉得是，然后我就把钱给他了，然后他说就大概1个月内然后就给我，然后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1-2周了都没有给我。但是你知道吗，我甚至不敢给他发消息，我到现在就是催他还钱的那个步骤就是我拍了拍他我们现在那个微信界面就是留在我拍了拍他，你们的亲密值+1我真的不好意思，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的社会化程度非常低，包括刚刚说的这些边界感啊，如何拒绝别人，这些我一点一点都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东西叫3明治拒绝法？怎么说？他就是说要先说，比如说他说了一个让你很难拒绝的一个事情，就是说他有什么什么理由，然后我要借钱怎么样的，然后你就可以先同情他的遭遇，就是先共情就是先说哎呀那我确实理解你最近的这个状况但是借不了就第2句是强硬的拒绝
就是直接就说不行，但是不行。然后第3句呢，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就缓和一下关系，就是比如说，我最近也有点困难，要不你再问问别人。确实，就中间一定要有那个不行。我还以为第3个是给一个解决方法呢，你要不出去正点呢？你要不出去正点？其实也算，比如说你问问别人呢什么的，这种也算是给出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这种解决方案其实也不用你给，他肯定也会去想办法，但是是一个缓和一下关系嘛，就是说，但是你可以再问别人呢，就是缓和一下你俩，不然的话停留在不行有点尴尬。对，不行，对，所以是3明治拒绝法。哎，那如果你们是我，他现在确实还没有把这笔钱给到你，你们会去就是去催或者是怎么样吗？因为我感觉我真的很不好意思催别人还钱。他本来说的是1个月还，对啊，那现在到了吗？现在已经超了半个月了，就是已经超过1个月期限的半个月了。我是到期限没还，我可能会提醒一下。那你会怎么说呢？我感觉我看关系吧，你跟他关系是到哪一层？关系就到他跟我说他很难，不是你们平时的交情。平时的交情就是最近1年的聊天，就是他在借钱的前一天跟我说他很难。那你完全可以就要回来啊，这有什么？交情就在于之前没说话，只说过他很难。对，那我会，宝宝，你最近还难吗？哇，你说的好对啊！我问他你最近还难吗？我最近有点难了。我说我最近觉得有点难。哇塞，我觉得这办法很好。我确实是应该这样开头去问，因为我真的不好意思就直接说你该还我钱了，就是我觉得前面没有一个铺垫，我会很不好意思去开这个口。对，你就第1句话说你最近怎么样了，第2句话说我最近有点难，让他不要有就是犹豫的空间，因为如果你只说第1句话，对方一定会说我最近还是很难。有道理，不能给别人拒绝和拖延我的任何空间。对，你就紧接着说，就关心一句，然后紧接着就说你最近比较难，然后希望他还钱。非常之有效，我真的，我这期播完，我就会这期录完，我接着就去找他要钱去。一会儿看着你发哦。他不会看到我们在讨论激烈的讨论如何催债，但是我感觉就是包括拒绝别人和对别人提出什么要求或者这些，我是觉得都需要一些情商在的。是的，因为我是做不到就是直接去很直白的讲，所以我会觉得有的时候活得很自我的人很爽。就是他们可能都不会去纠结我到底要怎么跟他开口还钱，他们可能就直接说还钱，然后那个3明治拒绝法可能也就直接只剩下中间那一层，不行。我觉得其实也活得挺爽的。世界喧嚣与我何干？是吗？是这样吗？是。但是其实我觉得高情商的也是因为有人情世故要处理。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很累，我超累，我很累，我会因为这种人情世故内耗我自己，很内耗。你会吗？我其实还好，我是别人会来问我该怎么，就是我朋友会来问，对，像小牛这种问我，然后我会说，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会怎么发，因为我其实是不太内耗。哦，真的吗？我是那种不太内耗的人，因为我很多时候就是可能别人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像借钱这种，可能我不太想借，我可能就忘了，就回都没回。我也可能是真的，因为我会觉得说他这个消息应该是群发的吧，我会觉得说应该是，就是如果关系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一开口就是借钱的话，我觉得他可能是会群发，然后我就会觉得那我不回也没什么吧，然后我就可能就忘回了。哎，那你们如果就是忘回，某一天突然发现，你们会去跟他说不好意思，消息沉了这种？我可能只有在下次找他的时候会发现，然后我就会说不好意思，前一段时间有点忙，然后就继续说该干嘛干嘛。那这样还挺好的，真的完全不内耗。我会自己考虑很多，而且我会觉得，如果我前一段时间我没回人家消息，我今天有找他，我就会很不好意思。我可能前面我要给他发一大串道歉的信息，我说真的对不起，我前面没有看见你的消息，不好意思。然后等到我觉得他态度还好的时候，我才会说，但是能麻烦拜托你一件事情吗？我可能会这样。但是我感觉就是也能理解，因为大家都有就是不回消息忘回了的时候，但是我就不会想说他是因为讨厌我什么的原因所以才不回，我就会觉得他就是在忙。
他就是挺忙的。这个我也会，但是我是看亲书，就比方说我们是关系很近的朋友，我都可能好几天不回你，我最后也会厚着脸皮直接跟你说我要找你干嘛干嘛。但如果是比方说是职场的同事或者是怎么样这种比较远的关系，我反而就会考虑很多，会去解释很多。我觉得可能对方也不会想太多，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如果你内耗的话，你可能会觉得他不回你啊什么的，是因为他就对你有意见啊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就会觉得说他就是在忙，就是你要坚定他就是在忙，或者他就是有事情，他所以才不回你，就跟你自己没有关系，就不会内耗。这思维真的很棒，这真的很棒。我感觉我至少再工作个5-6年，能不能到这个境界不好说。因为我感觉就是大家的生活里其实最注重的还是自己，对，就没有人会有那么多的闲心去关注你怎么样。就他们也没有人说对你有意见什么的。我觉得生活里没有那么多就是对我有敌意的人，我觉得就是大家都在关注自己。确实，我感觉可能我的问题就是我总是会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但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就没有原因，问题也不出在我，也不出在别人，可能就是没有任何，就是我自己想太多，我就容易想太多。是这样子的。那说到这个，我们知道素素她参加过恋综，对不对？那你当时在上恋综之前，有没有就是设想过，万一我在综艺上啊这个表现不好啊，这个又说错什么话了，会被网友就是恶意解读啊，或者怎么样？你也不会这样内耗？其实上综艺前，我朋友就是会担心我，就是之前我上综艺之前，我朋友会说你到时候谨言慎行，小心一点，别到时候被骂了。但是我自己本人，我就其实没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忧，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做我自己。然后我知道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生活里也不是一个会对别人有恶意啊什么的，我就是一个很好相处的人。然后我就觉得那就做自己吧，顶多就是少说点话，因为我有时候话太多了。还有就是上综艺之后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好多朋友们会说就是看自己的综艺有什么感受。然后我的一个感受就是我感觉我好聒噪呀，看的那个后面的那个就是对后面看起来就感觉说的话很多。我超级懂你，我也是，我很聒噪，而且当时就是很多网友对我的评价就是你真的很聒噪，你真话很多。是的，但是其实就是我话很多的那几次，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是去当主持人。我明白，就是当时被 Q， 就是说就是 PD 会私下跟我说那个可以去活跃一下气氛啊什么的。我们 EFP 常常就是会担当这种角色，对，然后结果后期看起来我怎么话这么多，一直在说这 Q 完这个 Q 那个。对，我们 EFP 超怕冷场的。就是我会社交责任，这叫什么？社交责任感。对，我有很强烈的社交责任感。我们 EFP 是这样子，我们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不觉得你们俩聒噪了，因为我爱热闹。确实，因为我也是 ENFP。对，我们 ENFP 是一向如此的。我感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如果没人说话，那我们就会说话。如果要是大家都在说话了，可能我们就会闭嘴。对，是这样子的。我们会倾听。对。那我们三个好像啊，性格对，就是很像啊，就是我们都是快乐小狗，有的时候很准，真的有的时候。那你是什么星座呢，苏苏？你们绝对猜不出来。风象。我看你也是风象。土象。不，你们就是随便猜，我觉得绝对猜不到。水象。因为至今没有人第一个能就是猜出来，他们基本都是猜了一堆才猜出来。摩羯。是土象吗？那就是水象。水象。是什么？双鱼。对。你猜我是什么？你也是双鱼。我也是双鱼。你猜我是什么？你也是水象。对。你为什么不猜我是双鱼呢？你到我这儿你也是水象。我觉得不能那么巧吧，都是双鱼。你应该是水象的别的，巨蟹。我是天蝎。天蝎。但是我更愿意称自己是狮子座，因为我觉得我比较火热。对，天蝎是水象，而且天蝎是最宠爱双鱼座的星座。是这样子的。经常会有人就是一上来就猜我是天蝎啊。我知道，因为你可能感觉看起来是比较高冷的那种。对，你真的会看起来，我觉得你的就是长相跟你就是真正整个人的气场完全不一样，就是反差感很
大。你就是很典型双鱼。哦，真的吗？我身边双鱼朋友就是特别跟你也很像，就是那种眼睛发着光就是那种人畜无害，看起来就是很善良的那种小白兔。哦，哎，但是你真的看起来会就是觉得是那种很高冷，然后不太好接近你，不太好说话的那种姐姐的感觉。实则，但是一开口掉马了，跟我似的，我也是。我平时刚认识别人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表情的时候，也会感觉。对，装得很。是这样因为拉姆他还是模特，我在有间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是觉得他很酷，就是觉得很酷。哦，拉姆我觉得还好，刚刚因为我一见到他，直接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灿烂的笑容，你知道吗？直接露齿笑的一瞬间，我觉得挺好相处的感觉。我感觉这个场景就是有点搞笑，就是你们两个人坐在这里不讲话的时候，都觉得是那种生人勿近，然后一开始说话，然后瞬间就是感觉一个狗头披在上面，然后快乐小狗。我们仨一样，三个都是，真的还挺有反差的。那你们就是上恋综之后有收到大家的评价，就两极化会比较多吗？我感觉好像。我不知道你们节目是不是，反正我感觉我们上恋综的，好像大家基本都被批评过，都会有接受到或多或少的网上的这种批判的声音嘛。你们有吗？当然被狠狠批判过，但是现在都好了。我就感觉，我上一次的时候还说呢，我说就是如果一直去坚持做一个好人的话，大家就会渐渐的发现，其实你真的是一个好人。你可能前几期会比方说挨骂呀或者怎么样，但是后面真的就好很多了。但是我感觉就是看起来比较高冷和不好相处的人，他们在综艺上面其实不会受到很多的那种就是比较负面的这种东西。因为我有的时候啊，我感觉我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相处比较好说话，就是会让大家觉得怎么说我都没关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会觉得如果长得看起来比较有攻击性一点的话，大家会不会就是在给你发那些私信的时候就要三思一下？没有跟那些都没关系，那样的话会被骂装。反正无论如何都是要会被骂的，就是你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因为你又不是人民币，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对吧？所以就是而且我觉得就被骂也好被夸也好都是被看见了。其实我觉得被注意到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就是就算有人骂你，那也说明更多的人看到你了。确实是这样子的。那你当时收到最多的比较不好的评价是什么？就说我节目里的表情什么就是比较刻薄。就是有的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是大家看到了一些片段，然后用他们眼中的一些滤镜去理解的，就是用他们的一个认知去理解的你的那个表情，但不代表是真正的我的一个想法。就大家会误解，其实是很正常的。确实是这样子。你知道我当时有一段时间就是真的被骂很多的时候，就说因为感觉我很吵呀什么的那个时候，然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觉得为什么大家会比较不喜欢我很活泼很 E， 或者是为什么大家会比较不喜欢看起来你表情秘密的？其实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可能在过往的某一段经历当中被跟我们有点相似之处的人伤害过？就比方说他们在以前的经历当中有一个像我一样看上去很自来熟的朋友，但是最后可能狠狠的把他给背刺了，所以他就会对这种人产生一种看到有跟那个人差不多的地方的 PTSD 了。对，然后就会觉得他肯定也不行，或者是你会比方说他们会说你的表情有点命啊，可能他们以前的时候接触过跟你有类似表情的人，然后就是觉得不好，或者对他们产生过一些伤害，所以他们就会觉得你也是这样不好的人。对，就跟雷前男友一样，是吗？比较雷，对，比较雷这个星座，对，就是雷我们，但是不是因为我们，就可能是因为过往的一些伤害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以前伤害过我的人，我现在如果看到跟他们，比方说我的前男友，如果我现在看到跟我的前男友类似的男生，我也会产生反感。我觉得这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所以不是有一句话说什么别人眼中的你不是真实的你，是他们世界里的自己。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选择说或者是不说。比如说我看到这个人我不喜欢他，我可能就是偷偷不喜欢他，但可能因为我们曝光在这个镜头下面，所以就是要
承受我们有可能会被批评、被讨论的这种风险。所以那如果就是被误解了的话，你们会想去解释吗？非常想，我到现在都会想。大木呢？曾经想过，其实我曾经去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节目播的时候，就是也会就是或多或少有每个嘉宾都会被误解的时候嘛。然后我就在想说，如果我遇到了这种很误解的时刻，我要不要去解释，或者怎么去解释，也想过这个问题。后面我就觉得不需要解释，因为你不管怎么解释，可能大家想要理解的都是他们想要理解的想要理解的那个理由和那个样子。其实解释没有太大的用，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其实随着时间，大家只会注意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就随着你的行为，而不是你的语言。其实是这样子的，感觉有很多误会可能不用解释，大家只要再多看看你，对，误会就解开了。对，你就只需要做出来，而不是说出来。但是这样的，但是我确实是一个在那个被误解的当下，我还是会有强烈的想要去替自己鸣不平的这种意愿。我会有非常强烈的这种想法。但是其实就是换个角度想，你如果真解释了，它也不是一个万全的，就是它不是每个角度都无懈可击，是这样的，一定是会有一个角度是有问题的。是这样的，有很多时候事情会越描越黑，确实会这样子。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有很多时候面对这些不好听的声音或者怎么样，还是一直坚持做自己就好了。喜欢我们就会喜欢我们，不喜欢我们，即使我们真的去跟他解释了，他也会觉得是在找借口或者怎么样。其实我感觉古往今来，在任何的关系里，任何的事情里，都是做比说更重要。确实做了什么很重要。那你们会觉得就是第一段谈跟谈到现在，你们是一样的恋爱观吗？肯定不一样了，不一样。我觉得不光是恋爱观变了，就是整个人都变了，就是整个人的性格，包括在恋爱里的性格，就是完全不一样。你们会吗？会的。我是一个360度大转变。我也是，真的。你们两个都有什么？我是这样子的，我刚上大学刚谈恋爱那会儿，我是属于我跟我男朋友当时相处的时候，我屁都憋不出来一个，坐在旁边。就是我其实心里很想去表达我对他的喜欢，然后我很想去拉他的手，怎么样？我行为上我做不出来，就导致很高冷。不是高冷，就是我不知道在内敛什么。当时我特别害羞，然后就后面导致我们谈了1个多月之后，我都从来没有主动的去牵过他的手，别的不说，手都没有主动的牵过。然后导致最后我男朋友给我来一句，他说我感觉我不是谈了一个女朋友。我说怎么了？他说我感觉我谈了一个妹妹。我说对不起。然后就是那段恋爱我是这样谈下来的。然后其实当时分手的时候我会很难过，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这么好的一个小女孩，这么善良。但是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阅历的增多，我就发现我说可能那个时候的他和现在的我谈恋爱会非常的契合。就是后面长大了发现可能那个时候我还是太含蓄了，他可能已经不再是含蓄那个阶段了。然后就导致我现在谈恋爱其实是那种在谈恋爱里面是很主动，对，会主动，然后也会，就平时可能你们会觉得我性格很大大咧咧，但是我在谈恋爱里面我会撒娇。对，就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以前会很不好意思，很内敛，但现在就是脸皮厚的要死。就是这样。你呢？我是性格方面，就是也不是说撒不撒娇这个点，我是从一开始我是那种比较。其实在朋友当中没有那样，就是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会有一点无法理解到对方，就是比较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的那种，然后但是我当时的谈的对象，他们就会比较迁就我，然后就会可能他们自己就会牺牲掉一些自我，然后后面就是分手了之后，我意识到这样是不对的，就是意识到自己是不对的那一刻开始，其实我感觉就是发生了挺大的转变。那是一次就是真正的复盘，因为以前谈恋爱可能总是会有一样的问题，然后不断的在同样一个地方跌倒，就是每次分手可能都是因为你太自我了，然后别人就是牺牲太多，他就不愿意说再继续妥协。然后我整个
意识到自己有问题了之后，我就能开始逐渐理解对方。因为有的时候，当时我看了一本书，就是叫《亲密关系》。我觉得那本书就是重塑了我挺多的感情观的。因为看完那个书之后，他就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大家不是完全一样的人，就是你怎么想的不会是对方也这么想，就是他的想法可能跟你，因为你们两个的就是原生家庭、成长环境各种都不一样，导致现在的你们两个人的想法也会有很大的天差地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习惯去用自己的一个想法去套，就是说如果我这样做了，那就证明我不爱你，那他这样做了就证明他不爱我，就可能会有这种，我当时会有这种想法。后面意识到就是他可能也会有自己的一个思维路径，我们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对，就逐渐能理解对方了，就是共情心强了很多。然后后面我就变得更主动的去维系一段关系。以前我是属于别人维系，然后我就是无所谓，我就是很考虑自我，就很自我的一个人。后面我就变成就是主动去维系一段关系，但是我感觉我就是有点从一个极端变成另外一个极端了，就是可能在该停的时候我还在维系，就是可能你该意识到你们两个人不同路，就是我觉得重要的是你们两个是不是一路人，是不是一个方向的，能不能一起走下去，其实是看你们两个人合不合适。但是我以前觉得我只要主动维系了，我只要足够强大，就可以让一段感情走下去。听着觉得很心疼。就是你刚刚说，该停的时候还是会去主动维系。我觉得很多女生都是这样，就是因为女生都会有一点容易心软嘛。当然不是说男生不好的意思，就是说很多男生和女生可能都会在感情里面，想要去珍惜，然后就想要去主动维系，可能你意识到了你们两个不合适，但是还是会想尽自己的所能再磨合，再试试，再努力一下。但是我后面发现，如果只是你一个人的努力维系，那就是一个牺牲，它只是你自己的一个牺牲，并不是两个人在磨合，它就不是一个健康的磨合，而是消耗。确实是会这样子。但是我感觉女孩子尤其是双鱼座我懂。就是哪怕说我们很清楚的也知道再这样下去就是自我消耗了，哪怕我们都很清楚，但是你再看到这个人，你就是不想跟他分开。即使反正我是那种，即使我现在已经看到我们两个的结果可能会不好，但我现在看的结果很好啊。就是以前即使我看到这个结果好像是不好或者怎么样，如果我不想跟他分开，我还是会去做很多在我看来就是非常失去自己的事情去挽留他。我以前是有分离焦虑的，你们有吗？怎么算分离焦虑？我有，你懂吗？我现在都有。就是跟一个人可能相处时间久了，不管是朋友还是恋人，就是你在跟他分开的时候就会很难受，会非常难受。就不管是短时间的分开还是长时间分开，就是只要分开就会有那种焦虑的情绪。确实是会这样子的，完全会。那你们分开之后会觉得没有安全感吗？我以前是会，就是我以前很难适应一个人，但是我现在就基本什么事情都是自己做。那你还挺，就是因为其实就是思维经历了一个转变，以前是觉得总会有人陪我，就觉得不管是谈恋爱还是朋友也好，就是总会有一个人能够一直跟着我在一起，就不需要让我经历那些痛苦的孤独的时刻。但是我后面发现每一个人都人家的人生主线都是自己。对，就是你早晚要孤独的，你出生就是一个人来的，你走也是一个人走。就是当我突然意识到了你要一直都是一个人，然后你要面对的就是孤独这个课题的时候，我就想，那既然这个事情是我人生的课题，我必须要面对的东西，那我从现在开始就适应它。就不把它当成一个劲敌，而是把它当成一个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是这样的。逐渐我就感觉一个人的时候也变得挺有意思的，也挺自由的。以前我是那种必须要就是有人跟我一起，就是我一个人在家待不了超过1周，我必须得叫朋友出来玩，我不能在家待久了。然后后面我就自从失恋分手了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发现你叫朋友，人家也有自己的事儿嘛，然后这个
这个事儿我也必须得面对嘛，就孤独面对嘛。然后我当时就天天在家里窝着看书，然后每天就不停的看书，电视剧我都看不下去，就看完一本看一本。然后当时我就感觉，就是我整个人都进入了一种就是自己独处也能吸取能量的那种状态。就原本我可能是从社交中获取能量，就是很 E 人的状态。后面就是独处，我感觉也找到了一个跟自己相处的方式。你们独处的时候会干嘛？我会看电视、听歌，或者说做一些我也会看书啦。然后还有就是找一些事情做，可能会把家里的这个格局改一下，然后把这里的东西重新摆一下，这样子收拾一下东西。对对对，反正就是要找事情做。你呢？我独处的时候看书会比较多。我真的是一个特别爱看书的人，就是怎么说，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书，因为我想写出来很好的作文，我想老师把我的作文当范文，然后让我上去念，所以我就会强迫自己看很多书，然后并且摘抄好词好句，然后下次写作文的时候copy上去。然后后来就是渐渐就养成一个习惯了，就独处的时候看书会很多。然后刚说到那个一个人，你知道我以前的时候也是一个特别不能接受一个人的人，然后后来我也是在书里面看到他说有一句话，我感觉醍醐灌顶。他说其实有的时候你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往往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做。然后我就会想到有很多时候，比方说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我说我今天特别想要去太子湾，我说我想要去拍照片，然后这是我真正想的事情。但是我会发现其实每个人的时间可能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冲突，或者是他们不想去拍那个花，或者是怎么样。然后我可能最后就是会去迁就别人，那我们就去换一个时间，或者我们去换一个地方，最后总之就不是我最开始想要的那个结果。然后后来就是真的觉得有的时候你可能非常想做的那件事情就是只能你自己一个人去做，所以我就很心平气和的接受了可能人生当中很多个重要时刻我都是需要自己独自前往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了。对，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当时我为了克服孤独，我一个人去看电影，然后一个人去旅游，就是一个人住青旅，就是干了好多那种一个人面临孤独的时候可以做的事情。然后感觉就是一下子成长了很多。一个人出去玩的真的就是感觉很不一样，因为一个人住青旅，然后当时跟里面的一些人聊天，然后发现大家都是五湖四海来的，然后也有很多人是一个人来，第一次一个人来，然后我就是感觉大家好勇敢。我突然就跳出了以前的舒适圈那种感觉。然后就变得会更欣赏自己，确实会更明白自己想要什么。就从以前可能你很想要一段关系去确认这段关系，然后让自己得到一个存在感，或者从这种关系里获取价值，有的时候会把自己的价值跟关系绑定在一起，就是你觉得分手了是不是就是我没有价值，所以他跟我分手，就会有这种想法。虽然说分手都是一般我提的，但是一般都会有这种想法，就是觉得这两者之间会挂钩。但是到现在我就会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你们两个人分手不合适只是因为不合适，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因为你们俩不在同路了，不能在一起走了。我就会把这两个完全分开来。然后如果觉得就是说这段感情只会让你们两个彼此消耗，那就还不如各自独自美丽，各自美丽。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素素也是最近一段感情刚刚结束，你觉得这段感情教给你最大的一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现在回看的话，我觉得是很感恩的，就包括在岛上的这段经历也好，是谈恋爱这件事情本身也好，我感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历。我确实也从中就是学习到了，或者说改变了挺多的，但是在我看来也是往好的方向。我觉得就是我现在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很多时候感情没有谁对谁错，就只是不是一个方向，不同路了，你们就不能在一起走了。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人生到了一个分岔路口了，你要往这边走，他要往那边走，那就其实让他去走他的，我去走我的，这个是一个对双方都比较好的。我现在是觉得结果不重要，就过程比较重要。如果说过程就是一个很消耗的过程，那结果
就更没有意义了。确实是这样子的。然后其实有的时候就是小的时候会觉得说，就想要感情有一个结果，不然的话好像就对不起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过的时间什么的，就一定要追求一个结果。但是什么是结果呢？结婚是吗？就是结婚了也可能会面临着很多就是鸡飞狗跳、柴米油盐，也会有各种问题，面临的更多问题。如果谈恋爱的时候你俩性格都不合适，那结婚了不就是更多的问题要面对吗？所以我现在觉得结果不一定要是结婚或者是走到哪一步，就只要说分开了，不管是分开也好，在一起也好，你们两个都能变得更好，这就是一个好结果。确实是这样子的。人生都有自己的路要走嘛。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可能两个人认识对方，互相支持和陪伴了对方一段时间，这段经历其实就已经非常足够了。对，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变化的一个很大的点是，以前可能会就像刚刚说的，觉得该停了，但是还是想再努力。但是我现在就是哪怕这个东西让你很不舍，或者哪怕你的情感还在，但是如果清楚的知道了该停，我也能就是及时停下。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到该停的那个点就停下来，就是你不需要为我改变什么，我也不需要为你改变什么，我们两个人不要做出任何的牺牲，就这样很体面的在还有感情的时候就分开，就是最好的结果了。总好到最后两个人都觉得自己为对方牺牲了很多很多，然后去大吵大闹撕破脸，我觉得要好非常多了。因为可能有的时候人如果一旦为对方做出了改变，甚至上升为感觉自己为对方做出了一定的牺牲之后，就会想要去得到回报。即使你嘴上说我的一切为你做的这些都是我自愿的，但是你就是会期待对方也为你做出什么。有的时候人会有一旦做出牺牲，就会有这些不应该存在的期待感，反而可能会把双方的感情耗得越来越僵硬。其实我对于自己一个，因为我很久没谈恋爱了嘛，但是我对于以后自己谈恋爱的期望，我就希望是不勉强别人，但是也不委屈自己。对，是这样子的，就是在不牺牲自己的前提下去爱别人。对，也不要让别人觉得有任何的压力啊，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舒服最重要。是这样，希望能做到。肯定我会监督你的。如果你为谁牺牲的话，我就会让你出去。可以偶尔牺牲一下。就是我感觉牺牲是就是磨合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牺牲。我前两天还在跟那个 AI 聊这件事儿，豆包吗？不是一个国外的 ChatGPT 啊。我就是很爱跟 ChatGPT 聊天，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感觉跟朋友啊什么的，大家都很迷茫，就是没有一个特别客观的，我就会跟 AI 聊天。然后我就跟他探讨的这个事情，就是爱情到底应不应该有牺牲？就是是不是应该？因为没有天生合适的两个人，这个事情我们大家都知道。那是不是应该说两个人在一起了，就要为对方去改变、去牺牲、去磨掉自己的一些棱角，然后来适应对方，让两个人能走下去？我就跟他聊这个问题。然后他跟我说了一个，就是让我记忆很深刻。他就是说，其实最主要的是你们两个可以双方一起去磨合，但是不能去牺牲自己，也不能就是改变自己。首先这个东西一定是双方的，而不是单方面的。如果只有你一个人在牺牲，让你觉得你不能做自己了，就是不能去说出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然后面对这些说出真实想法的时候也会很有压力，或者就是感觉已经不像你自己了，这种时候就是要叫停的。就这种时候你是在牺牲，而不是在磨合。磨合可能是一些小的生活习惯方面，就其实是一些很小的地方，就是你改了，他也改，然后你们两个人都去彼此适应一下，这个是 OK 的。就是在大方向上，你们两个人是同路的，是同频的，去改变一些小的这种生活习惯是 OK 的。但是如果大的东西你们两个都不匹配，就都不同频，阶段也不一样，三观也不一样的话，那就很难。是，对。是这样子的，只剩爱了。对，只有爱是很难走下去的。突然让我想起那个县城文学，两个人吃一碗米线，只剩下爱了。这个，你们会接受吗？我现在明白一句话，就是爱不能克服万难。以前不是说什么爱能克服，爱能抵万难？不能。
确实不能。有些事情它就是客观的事实，没有办法改变。只有爱的是不行。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以前其实不太看重，就是说两个人的生长环境啊什么的一不一致，但是后面发现其实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你们两个的三观和相处模式。会的，就是这些东西如果不一致，就是三观不一致、爱情观什么的，它就会导致你们两个就完全在两条路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是不同路，一个是阶段也不一样，就会有这种问题。是这样的。所以说以前的时候说谈恋爱或者是结婚，很久之前什么讲究门当户对这些，其实也不无道理，对，也不无道理，也是有一定的，是这样子的。我刚刚你不是说就是谈到孤独，然后我不是说你说那句话，我曾经也对别人说过吗？我说这个世界你出生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双胞胎除外啊，就是你自己一个人来的，你走你也是自己一个人，所以你为什么要求一定要有个人一定要一直陪着你呢？我说这是不现实的。是这个事情的转机是在当时录完有间之后，因为我以前也是属于跟你一样的那种，就是哇我干什么我必须叫上我的朋友。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去干这个事儿，我还叫上我朋友一起，必须有人陪我，不然我干不了。然后呢，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稍微独立了一点了，后面不是上有间了吗？我们录了大半年，哇，每天两个人就是大家就是在一起，哎呀，你跟我一起干什么，我跟你一起干什么，天天就在一起打打闹闹怎么样？然后节目录完下来了，然后大家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感情，然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是处于自己一个人生活、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那段时间我过得特别痛苦。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11月当时过生日，我邀请了很多人来我家里吃饭。那天晚上家里可能有10个11个人的样子，特别热闹。当时我刚搬进新家，然后大家玩的差不多了，然后吃完饭了，好，他们一咕溜全走了。他们所有人走了，我送他们到小区楼下嘛，我转身进单元门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就是那个落差感真的让我很难受。我说妈呀，1分钟之前那么多人在我家里嘻嘻哈哈大吵大闹，还把隔壁邻居都给吵过来叫我们小声一点，怎么下1分钟就回去只剩我自己一个人，面对一地的狼藉。我当时好崩溃，我自己坐在沙发上哭了1个小时。我真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妈呀，一个人真的太痛苦了。但是从那儿之后，我就是面临很长一段时间自己一个人工作，一个人吃饭，一个人生活这样子，然后慢慢就学会了。我说有些事情确实需要自己去面对的，因为人家有自己的事情要去干啊，对吧？不可能时时有人都要考虑着我又不是人家家人，说实话，对吧？那一刻我就觉得，那我要给自己找事情做。因为我那段时间很颓废，天天在家里睡觉，就是我连手机都不想看，消息也不想回，就是处于一个很颓废的状态，因为落差感太大了。然后后面我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说格桑拉姆不可以这样子。然后我就对，然后我就给自己找事情做呀。然后后面包括为了缓解自己这个孤独当时很失落的情绪，然后去养了一只小猫，然后得到了一些缓解，然后现在的情绪就变得很稳定，然后也非常习惯跟自己独处，有些时候还觉得在家里一个人爽死了，把那个音量开到贼大，然后在家里想干什么干什么。以前的是根本不敢想这种情况的。以前是我记得上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憧憬过自己一个人独居的生活。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憧憬过，我说哇，一个人独居应该很爽吧。然后后面当我真正独居了之后，我说不想，no， 太孤独了。我的妈呀，你看着家里你去这个房间没人，去楼上没人，去那个房间也没人，你家还挺大，就是自己一个人。对，就是因为它也大，然后就让我更加的觉得只有我自己一个人那种落差感。那你会因为孤独去谈恋爱吗？我会想，但是我不会因为孤独而去将就着谈恋爱。我肯定是很希望有个人能陪我一起，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属于这种人，我如果受不到别人的关注，受不到别人的陪伴，我就是什么都不想干。我前几天在朋友圈发了一段话，我说我感觉自己是本质意义上的表演型人格，我需要有一个人在我的旁边，这样我就会有很多的劲儿去干很多事儿，就好像我是表演给他看的一样。就是我会这个工作也想干，那个工作也想干，但如果我身边没有人，我就是什么都不想干，因为我感觉我没有被关注，没有被
支持啊，没有被看见，就我不知道哪里来的这种想法，所以导致可能平时做自媒体的时候没有得到一些好的反馈，我就不想更新了这样子。大家看到多给拉姆点点赞啊，谢谢，多给主播点点关注，对，给主播们都点点关注。那我觉得这也是走向成长的一步路嘛。我觉得长大的一个标志就是学会享受孤独。对，我觉得我以前是会为了就是不让自己一个人而去谈恋爱，就为了避免孤独而谈恋爱。就当我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我的一个前任，然后他跟我说过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你只是因为想要有人陪，所以才谈恋爱。然后这句话一下就戳到我了，然后我后面就去仔细想，真的是因为这样吗？后面发现好像真的有这个原因，就是不想要自己一个人，就是面对着孤独这个课题，我想逃避它，然后我才去谈恋爱，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喜欢也谈，然后我发现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那不能认输，必须得改。我一定要适应这个孤独，然后去真正的谈恋爱。因为你为了逃避孤独去谈的，我觉得不算是真正的，是这样的恋爱，就是它都是没有那么纯粹，是这样的。不是真的完全因为心动啊，两个人心动在一起，而是你有一个想要去索取的东西，你想从他身上索取到这种陪伴情绪价值，它就不是一个纯粹的爱。因为不是喜欢吸引的。对，就算是有喜欢的成分，但是我其实是说白了就是有点自私的抱着这个让对方陪我的目的，而不是说我真的爱到就是爱满自溢，或者说就是有这个能量去爱。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没有那个能量的。然后就是后面需要去自己克服了自己身上所有问题之后，我觉得才是有能力去爱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亲人突然离开，或者是有我很难，就非常难受。就是我小学的时候奶奶去世了嘛，然后后来上高中的时候，高一高二吧，然后我爷爷去世了。然后你知道我爷爷是一个脾气，他不是一个脾气很好的人，就是因为我爸妈他们平时工作，然后离家特别远嘛，也不是特别远，反正就是可能晚上下午才会下班回来，然后就会给我爷爷就是请那个住家保姆，就是中午饭要做一下，要收拾卫生什么的。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爷爷1周7天赶走了7个。他的脾气真的很古怪，就是所有人都不敢惹他，然后除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我就会觉得我爷爷跟我特别亲，我们两个都很亲，就是别人不敢跟我爷爷说一句重话，但是我可以跟我爷爷吵架的那种感情，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我爷爷对我就是很不一样，就是比对他的孙子还要亲，对不起弟弟。然后后来我爷爷就是他有一点点老年痴呆，就是有点脑部有一点退化，因为有点脑血栓嘛，然后就把他就是送到一个青岛一个特别好的那种治疗的中心，想要去就是去康复一下，然后再加上青岛那边有海，环境又很好，就是想要维持一个好的心情，然后他就去青岛了。然后后来我放寒假的时候去看我爷爷，然后我姑妈他们就是跟我讲说我爷爷有点就不认得人了，就有的时候我姑妈我爸爸他们去，我爷爷已经不知道他们是谁了，然后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说我爷爷可能认不出来我或者怎么样，然后我一推门走进去是我爸爸先进去的，然后我爷爷看到我爸就毫无反应，就是不知道这是谁，然后我一进他就说这不是我芊芊吗？芊芊是我的小名，就是他在所有人里面只认识我。我当时我现在都会记那个场景，就是那个一个落地窗，然后外面是一山海，然后我爷爷坐在那个轮椅上面，然后围着那种就是红色的围巾，然后他说天啊，这不是我的芊芊吗？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当时那种感觉，就是我明明已经做好了他可能已经不知道我是谁也不认识我是谁的情况下，然后他一眼就是叫出了我的名字，我当时特别的那个，然后后来然后后来我爷爷就是实在是病得很严重了，然后他就说他很想回家，就是想要回泰安，因为我们那个老人会讲说落叶归根嘛，就是要回到家里来，然
然后我爷爷就是我爸爸他们就是包了一个那种专业的那种救护车，然后一路就把我爷爷从青岛，然后又就是这样子接回来谈。然后我爷爷在车上就是有很多次，那个医生就说已经就是不行，就是下病危通知书了。但我爷爷就是每次那个病危一下来，然后我爷爷他又会就是突然之间又会支撑一段时间，然后一直到下车的时候，就是那个救护车门一打开，然后把我爷爷推出来的时候，然后我爷爷就问，他说芊芊呢？就是所有人都在他身边，就是我爷爷一下车第一句话就是芊芊呢，就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然后就再也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了，然后就是大概在医院住了1周，然后就去世了。然后那1周的时候，我每天都会去看他，因为他们说就是我在的时候，我爷爷的求生意识可能会比较强烈一点，而且包括他讲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念到我在哪里嘛。然后我就每天去给他看，每天会去看我爷爷，然后我爷爷那个时候躺在病床上，已经就是不能说话，然后也不能动，就是已经完全毫无反应。然后我就会在他床前面给他唱歌，然后我还记得很清楚，还那边唱那个奥运那个北京欢迎你。然后我唱歌的时候，我爷爷就会流泪，就是已经浑身已经不能动了，但是他眼角就会一直流泪，一直流泪，一直流泪。然后反正就是1周吧，就是陪了我爷爷1周，然后就有一天，然后就是不在了，就是那个是我，就是最痛的感觉，因为我会觉得可能小的时候还，比方说小学、幼儿园的时候，可能这种亲人离世的这种概念还不会很强，但是真的等到高中，一个跟我每天朝夕相处，并且，就是我觉得在他的世界里面，我肯定是他最爱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很爱我的人，然后突然之间就是不在了。那个是我就是第一次那么清楚的感受到一个亲人离世是什么样的感觉，就是你明明每天可以跟他见面了，但是有一天你永远都不会再见到他了，你还是会回到之前有他的家，你还是会像每天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你就是再也见不到他了的那种感觉很痛心。但是后来我看到有一句，我后来也是就是不是说人体的细胞每多少万亿年之后就会更新一次，所以说等到12亿吗？还是就是等到很久之后，也可能是在宇宙的尽头，你还是会跟他再次相见的。而且就是可能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面有亲人离世，他们只是去另一个世界去提前布置你的家去了，所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很好的亲人离开了我们，所以可能我们反而会对死亡没有那么恐惧了。因为即使在这个世界上我离开了，但是等到天堂的时候，我的所有亲人都在那里等我，我就会觉得死亡也不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我跟你的经历好像，就是你一说你这个你爷爷，我巨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是就是从小跟我姥爷，就是我外公就关系特别好，就是很像你刚刚说的，就是我是这个孙辈里他可能最偏心眼的那个人，然后他就从小就是很宠我，然后就是那种很偏爱溺爱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家里对我其实是比较就是讲道理的，然后也比较对我不是那种溺爱型的，但是只有我外公是特别溺爱我，就是在每次吵架的时候，他会坚定的站在我这边。然后我小的时候就是失恋了之后，我会给他打电话。就是以前小的时候就会觉得总有一个人在那里就是站在你身后，然后我小的时候就很需要这种精神支持。以前就是在那个感情里面受了伤，就会给我姥爷打电话，然后他就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得癌症了，然后我以前小的时候就想过，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他不在了，我会还能活下去吗？当时我就是觉得我活不下去，就小的时候会这么想。但是就是他高中的时候得了癌症，其实到后面他走，其实也过了10年了。在这10年之中，我一直都在每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会跟他拍合照，就是怕说哪一次就没有下一张照片那种，然后就会留一些这种纪念，然后包括一些什么录音，然后录像，
照片，拍了很多，然后但是他一直都就是身体还可以，就虽然得癌症了，直到就是他真的走，其实是在我在岛上的时候，在录制的时候，所以当时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下了岛，然后我爸妈才告诉我的。但是我之前就是有预料到，因为他已经在医院里躺了很久。我再去见他的时候，就是以前可能他都是一直也跟你爷爷似的，就是他脾气特别不好，但是他对我就是脾气最好的那种。我还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有一次我跟他就是闹嘛，然后我就说你是不是就是更喜欢另外一个小朋友？然后当时我姥爷听完他就哭了，他就说你怎么能这么想？他说难道你看不出来我就是我最爱的是你吗？就是我很偏心你吗？就是你怎么能这么想我？然后我还记得他一个大佬的男人就哭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就印象很深，然后从此我就觉得他真的挺偏心我的。然后他后面他就得病了嘛，得病了之后他就住院之后我就去见他，然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已经跟我印象里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我去见他已经是上岛前可能1个月左右的时候去医院里看他，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瘦的你认不出来，就是以前他是那种啤酒肚特别大，然后那个整个人特别爱吃东西，他特别爱吃三文鱼，就生的，一定要吃生的，然后冰箱里全都是三文鱼。但是我在见到他的时候，他连粥都喝不下去一口，就是什么东西都吃不了，然后说话也说不清楚。当时我就对就是生死有了一个概念，就是你看到活生生的一个人在那里，他哭了，你知道吗？就是一个脾气很差的人，他被病痛折磨的，就是只能流泪，然后他只会说一句话，就是我不要再做了。他一直就说我不要再做了。然后我妈妈当时就问他说，那我们还继续治吗？还是就让你走？然后我姥爷就不说话了，就真的让他去就是抉择生或者死的时候，他也是很有求生欲的，你知道吗？所以当时我们全家人就是很难受的点就在于要看着他受折磨，他一天一天的日渐消瘦，而且能看得出来他就是备受折磨，因为要全身换血，就是特别痛苦，然后就是花钱什么的都无法减轻他的痛苦，他就是非常的难受，但是他就是让他真的去选择不活了，他也很难下定这个决心。就是当时就会对这种生死有一个很就是这个东西在眼前的时候就是很难受，很难抉择，很难受。就是包括我爸妈，我感觉他们也天天就是很难受嘛，看着我姥爷这样受折磨。然后我去见到他的时候，他也是那种就是有点记不清人了，但是他见到我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的眼睛就睁得特别大，然后就是一直瞪着我，盯着我。然后我就问他说，姥爷你记得我是谁吗？你记得我是谁吗？我问了他3遍，他前面就一直不说话，就一直就是呆呆的盯着我。然后我就感觉他是不是根本就是已经思维不在这里了。然后直到最后一遍的时候，他说知道啊，菲菲，就是我小名。然后我当时就完全无法控制，就是流泪，就完全无法控制。就我平时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我不太会就是控制不住，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看到他那么受折磨，而且就是一个很爱你，你也很爱的人，他已经瘦成这样了，然后就是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特别心疼他，就当时我就很心疼我姥爷。然后我后面就看了他那2次之后，我就不敢再去了，因为我姥姥也就是在他病了之后就从来没去过医院，就是他不敢去面对这个东西，就是太跟记忆中的他完全不一样了，就是到最后他会很瘦，就是瘦的皮包骨的那种，然后你就会觉得太痛苦，太受折磨了。然后后面他就在我在岛上的时候就走了，反而走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有点就是感觉到有点解脱，就替他感觉到解脱，也是就觉得
尤其是在他后面就是下葬了之后的头七，我们就所有的人都集合去那个墓地送他嘛，送他最后一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反而没有哭，就是我突然就意识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当时心里想的就是感觉好像所有的人来到我的生命中，包括亲人，他们只是因为这一世跟我有缘分，我们之间有这个做亲人的缘分，但是现在这个缘尽了，他就该走了，他就跟你不同路了。如果你还执着于就是说想要他跟我做这个亲人，他必须要做我的家人，我觉得反而是有点自私。包括他解脱了这件事情，我也觉得就他终于不用再受折磨了。我觉得他对于他来说就真的是解脱。但是虽然现在回想起来这个过往还是会伤心，但是其实对于他真的走，其实反而没有那么接受不了了。就是小的时候会觉得他如果真有一天走了，我会活不下去了。我小的时候真的这么觉得，然后到现在发现其实逐渐的在成长的过程中已经释怀了。是这样的，就在朋友啊什么的这些习惯独处啊这些时刻里面，你已经慢慢习惯一个人了，就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别人的离开，就觉得真的缘分尽了，那就放他走。是这样的。那我还是很难以接受，因为我感觉我跟你们俩不一样的是，我对于这个突然逝去的亲情，我只剩遗憾，就是从头到尾只有遗憾。因为这个事情发生在那2年，就是前几年，然后是这样的，是我外婆，她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们3个为什么都会这么难受，是因为我们都是被这位长辈最宠爱的那个人，然后我也是被我外婆最宠爱的孙女，她是属于就是家里的晚辈给他的所有钱，他要给我存着，然后见到我的时候把所有钱都给我。他说：“那我给你存的，你拿去用。”然后他可能就是因为他平时自己待在老家嘛，我老家在山里，然后他可能平时自己去玩的时候，他会去打那个核桃，然后把那个核桃打下来，就是弄成一个袋子，然后装着，然后等见到我的时候把那个袋子给我。然后你知道那个核桃是要去那个外面很厚的那层壳的，他自己把它弄了，然后就什么都是自己弄。然后当时他也是得了癌症嘛，然后当时在医院接受治疗，但是后面的时候医生说，因为我外婆年轻的时候喜欢喝酒，然后可能身上的毛病有点太多了，然后医生就是说要不就回家就是观察吧。然后后面就是因为他的晚辈就是我的舅舅舅妈呀，然后爸妈他们都在外地，然后呢他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然后后面他就是在家里待着，然后感觉好像又好了，这身体好像又感觉比之前好点了，那行，那就挺好的嘛，对吧？然后后面的是当时我们不是在宿舍里上网课嘛，我在上海嘛，因为很严重，当时就只能在宿舍里上课。然后那天我是突发奇想问一下，我说妈妈你在干嘛呀？我就给我妈发个消息，我妈说她在开车，我说你开车去哪儿啊？她说回老家呀。我说你回老家干嘛？他说你外婆好像有点不行了，他说我回去看一下。我说哦，我说好，我说那你到了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妈她就到了之后，我妈就给我打电话，我说外婆情况怎么样啊？然后她说不太好，她说就是话都说不清楚了，她也是有老年痴呆。然后我说哦，我说那我一会儿下课了打个视频呢，我说打个视频看看。然后下课了之后我打了个视频给我妈妈，然后我妈妈一开始是对着他自己，其实我能看出来他刚哭完，就是眼睛红红的，也是肿肿的，但是他还是强颜欢笑的跟我说啊，他说外婆在楼上在休息。然后我说我看看外婆呢，然后我妈妈上去把那个手机对着我外婆的那一瞬间，我恍惚了，我说这是谁啊？因为他那一刻他也是特别特别瘦，躺在那个床上，但是呢他的脸和肚子又有点浮肿，然后整个人黢黑很黑的在那里躺着。我说这是谁啊？我妈说这是你外婆啊。我说哦，然后我妈妈就跟她说，她说你看，她说你孙女啊，就是说我的藏语名字嘛，说啊蒙子。然后完了之后我外婆就说
谁啊谁啊，然后我妈妈就把手机拿近给他看着，但是他还是没有把我认出来。然后呢，我当时那一刻其实心里很紧，因为我感觉真的很不妙。我就跟我妈妈说，我说要不还是送去医院看一下吧。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说她这个情况肯定是不行了，她说现在你舅舅啊你大姨什么他们都在回来的路上了，已经就是可能8、9不离10了怎么样的。我说我说行好，我说那你们再看看嘛。然后那天晚上我其实死活都睡不着，然后后面凌晨后半夜的时候我睡着了，我就梦到我外婆了。我梦到她站在，因为以前她老是自己待在山里嘛，然后我们可能平时回去的时候，她会在，你知道的是盘山公路，她会在那个最高的那个弯那里站着，然后因为她知道我们要回来，她就会一大早在那里站着，哪怕我们都是下午可能晚上才到，她就一直在那里站着等我们回来，看我们的车到哪里了，她可以在山脚下看到。然后我就梦到她在那个地方一直跟我招手，然后跟我说你过来啊，你过来，一直跟我招手。然后我就觉得那个梦好真实啊，我就觉得我说我外婆没事啊。然后我睡着睡着我就被一个电话吵醒了，我弟给我打电话，他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刚睡醒。我说咋了？然后我弟说你应该知道了。然后我立马就起床，因为当时舍友们都还在睡觉，我立马起床去阳台。我说外婆走了吗？他说对。我说什么时候？他说凌晨3点多。其实那一刻我没有眼泪掉出来，我只是在确认我的外婆真的走了吗？真的离世了吗？这个事情我是在确认这个事实。然后我弟弟跟我说对，是的。然后我说好。然后我就站在阳台上，我就开始思考，我说那我昨天晚上的梦是假的，就是真的很恍惚。我站在那个阳台上，然后我就接到了我表姐和我表哥的电话。就是为什么我说是遗憾，因为我在上海，我表哥在上海，我表姐在上海，我们3个是我外婆最疼爱的3个孙子。然后他们就给我打电话，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听我表哥哭的那么伤心，一个大男人哭着跟我说，他说拉姆啊，他说现在怎么办呢？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回去，我被困在学校里，他们被困在家里，我们没有办法回家。我们就相互打着电话，就他在哭我也在哭，我们就一直在哭，电话什么话也不知道说什么，没有办法说，就很无力，因为我没有办法回去，我就觉得好遗憾，真的很遗憾。然后当时就是很无力，然后就导致我们3个没有回去，其他的都在老家，然后帮外婆就是进行了后事，然后料理。还有一个遗憾的点在于，我们家我老家那边的传统是火葬，没有墓碑，烧了没了就是没了，什么都没了。然后我在宿舍阳台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说外婆走了，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可能你们还可以去墓碑前去悼念一下去看望一下，但是我后面再回老家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也没有墓碑，只是外婆的东西不在了而已。然后那一刻我就在想，我说家里以前是有外婆这个人呢，为什么就是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呢？我就觉得好遗憾。对于这段亲情的离开，我真的只有遗憾2个字，从头到尾都是遗憾。然后后面我就真的感觉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深刻的在我身上体现了，就是因为我要在外地上学，他又在山里，我没有办法常常回去看他，然后平时打电话也打得少，因为他有些时候他不会玩手机，就哪怕老年机他也不太会，我给他打电话他可能都接不到，有些时候或者手机没电了他也不会充，这样子就真的只剩下遗憾。我只能说就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真的非常具象化。其实我一直都相信，就是他虽然在我们这个世界走了，但是他会有他的新的人生。就我觉得，就我比较相信，就是人就是一辈子可能是你选择的一个剧本，就是你选择了来这个世界上当这个人走一遭。我觉得他走了，他可能去过他的新剧本去了。我就会这么觉得，就是也不会说就是这么想的话，我就不会那么难过。因为我觉得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我真的很遗憾。因为我觉得他那么爱我，那么疼爱我，那么偏心我，所以我就觉得好遗憾啊。但是后面我又想，
其实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种解脱，他不用再受这种病痛的折磨了。我觉得他可能去到天上，说不定吃着大鱼大肉过得也很开心、很快乐，而且又能喝酒了。对啊，是的。我姥爷也是特别爱喝酒，所以就是身体不好。但是我感觉他们就是两个人，就是我们之间有过那种很美好的回忆就够了，但是到最后其实就是到最后的那种回忆就不是很美好的了，因为他可能也都不记得了。是他好的时候的回忆都很美好，但是你刚刚一说那个就是你做梦这件事，我也突然想起来，感觉也挺悬的。就是我在岛上的时候，我姥爷不是走了嘛，然后我在岛上唯一有一天就是流过眼泪哭过，就那天感觉心情特别不好，就是非常哪都难受，就非常不得劲儿，就在宿舍里我在一个人哭，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奇怪，我怎么开始哭呢？我怎么开始一个人哭呢？然后当时我还记得摄像大哥，就是我们那个不是有那个几个摄像头嘛，然后那摄像头大哥感觉他还在安慰我，你知道吗？特别逗。然后后面我才知道，原来那一天就是我姥爷走的，离世那天。对，就是好像冥冥之中会有感应，就很奇怪。我那天晚上死活睡不着，我睡着立马就梦见我外婆了。我真的感觉可能就是你们外公外婆离世那天，你们可能没有去看他们，但是可能他们来看过你们了。就是包括你会突然哭啊，或者是你会做梦梦到他。你别这样说。真的呀，我觉得可能你们会觉得有遗憾啊，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外公外婆搞不好他们两个现在就是在天上，然后一边又吃着，然后一边又喝着，一边说：“天啊，我外孙女太出息了，这边上电视了，多厉害啊！”我觉得他们会很为你们而感到骄傲的，并且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我们身边会有这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人离开我们，所以我们才更知道要珍惜我们现在拥有的这些亲情。就我就觉得我过生日一定要回山东过，就是要跟我爸妈待在一起，因为我感觉平时我们也不待在一起，就是我会觉得见面真的会见一面少一面，见一面少一面。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总会觉得我爸妈还很年轻，但是他们其实都已经年过半百了，其实并没有很年轻了，所以我感觉就是好好珍惜现在还有的这些。而且我感觉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就是隔辈亲，其实很多都是姥姥姥爷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带大的，对，所以就是会很亲。我就是姥爷带大的，我也是，所以我就是会觉得很遗憾，反正就是感谢你曾经来过。是的，你说感觉那个房间被清空了，我也感觉真的是人走了之后，好像他存在过的那些一下子就抹没了，真的没了。然后我再去我姥爷家的时候，就只能看到满墙的那种照片，就是他特别喜欢挂，照片都没有。他特别喜欢就是挂照片，就挂我和我表妹的照片，然后好多就是我小时候的照片，就是看到满墙的那个照片，就是我的照片，还有我表妹的照片，就是其他的东西全都不在了那种感觉。而且我还很遗憾的是，我跟我外婆也没有一张合照，也没有，就是真的什么都没有。但是其实有也不会回看，因为我那个这10年里我拍了很多，但是我现在其实也不太会回看，因为我觉得对他的一种思念也好，就是惦念也好，会有点拉慢人家去往新世界的步伐。哦，真的吗？我听过这种说法。是，对，他会留念，会舍不得。但是我手机里有一张我外婆自己的照片，我会时常拿出来看。而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时常会恍惚，我时常会觉得我外婆还在，就有这种恍惚的时刻，就很奇怪，就没有那种特别深刻的感觉她离开了的感觉。我也有。那我感觉我们现在过得好，就是他们就会很开心。只要我们把自己过好了，然后是天天也不要说太多，就是去想念、去伤心。就是的，过好自己每一天，他们也会开心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我感觉这些亲情就是教会我们要去珍惜，教会我们要学会告别，或者是那今天我们聊到了很多亲情啊、友情啊、爱情，其实我觉得这些都是去不断的塑造我们，然后走向自我的过程。我觉得女孩子就是要独立起来。今天是 Girls Talk 嘛，对吧？ 我们女孩子就是要越走越好。好啦，我们不讲这些悲伤的事情啦，我们明天还是要依旧继续快乐的生活，这样身边的人也都会快乐。那今天我们的哭哭聊就到这里就结束啦，再次感谢素素，谢谢小牛，谢谢拉姆。今天聊得很畅快呀，这是又泪洒舞台了，又交了2个新的好朋友，开心，很棒。
OK， 那我们这次的酷酷聊就到这里结束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